东北人可能早就见怪不怪了，但我亲眼看到还是很震撼。尽管我已经在大陆待了17年，台湾人看了真的会吓死你。我待会去拍这些菜给你们看。台湾的朋友，你们猜一猜，这样子吃到饱要多少钱？我猜你想的还是太高了，16，更吓人。我说你们东北人天天这么吃，也没见着多少胖子啊，这我拿了好几块了。这是我在去抗美援朝博物馆的路上随机进的一家店，没想到就随便路边一家店都能把菜做得这么好吃。所以不难理解，你说，要是一个东北人走进西北，就不说给孩子吃了，就给自己吃那2岁的玉泽花椰菜，这真得气死我！我真的很推荐台湾的朋友来这里看看。我是说来东北，首先这里东西实惠，再来人文风情真的不一样，这里的人非常热情。或者是说直接，跟台湾那种打错啊，有点过于客气，不太一样，很不一样。那你又不会觉得被冒犯，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沟通。其实这一趟要不是我爸非要来东北，我都不想来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太多关于东北坑人的视频，但这次真的一个都没遇上，遇到全是好人。不都说东北民风彪悍，没遇到有人对我彪悍。你说16块算高的哈？对，它不同的地方它物价肯定不一样。你要是在北京的话，物价高就很正常，但是你要在东北的话，这个物价又不正常。但是16块钱的自助快餐绝对不算便宜。是吗？是。我已经觉得便宜到快像不用钱。觉得你在这搭车贵吗？打车也非常便宜，搭车你不觉得像不要钱吗？东北消费就是很低的。不是东北吧？如果大连可能就不便宜。大连也这么个物价，也这么个物价啊？对，因为我从沈阳下车，师傅跟我说你得去大连，大连大概消费是沈阳高了1倍。丹东和沈阳物价差不多，跟大连应该是有点差距，因为丹东是旅游城市，比普通的那种就是小县城。它要贵一些。那10块钱吃自助盒饭有这种店吗？有。那吃啥呀？有，就是和16块的也差不多吗？16块钱那家我没吃过。我平时不太在那吃，但是我知道有10块钱。你要说有没有，肯定有。但是你要说怎么样，我听他们说哈，吃的可好了。是吗？啊，玩的地方，丹东其实没什么玩的地方。安东老街应该去完了吧？安东啥？安东老街没去呢。安东老街就在这附近。安东老街是丹东的一个小吃街，但是不是跟各地的小吃街都差不多？还不太一样，你去就知道了。就是有点古建筑那种风，有古风。但我又觉得这些老街走起来又都太像了。太像了啊！对。所以我比较愿意，倒不是说一定要去看什么东西，我比较愿意跟当地人聊聊天啥。就像你家人走多了，可能这就是都差不多，都现代化嘛。对，都是在刚发展的时候一起盖的嘛，所以这建筑风格也都差不多。对，都是实用包豪斯，都是以实用为主嘛。我到这个纪念堂，刚才打车的路上。师傅跟我说，16块的盒饭还不算便宜，有10块的，10块的在哪啊？我又想起一个大陆旅游的优点，当然这个优点见仁见智，就是抽烟。其实现在抽烟的年轻人很少了，
但老年人还是挺多啊，所以他对抽烟的限制就不会这么严格啊。比起台湾真的好太多了。大陆的朋友你们知道吗？在台湾自家阳台抽烟是会被处罚的。这个刚才进纪念馆不让带打火机，出来的时候就换了一个别人的，也算完成了一次两岸人民的交流，就是互换礼物的概念。